如今180块钱真干不了什么，但这笔钱能在今天买到一张14年前的超旗舰显卡，为极限超频而生的那种，自带电压测量点、解锁功耗强的 VBIOS， 你会怎么想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微星 GTX 680闪电。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对双星核弹 GTX 690的力大双飞印象深刻，也对 GTX 670均衡的能效有所了解，而 GTX 680才是600系真正的单星旗舰，把刚有点起色的 HD 797踩在脚下，帮 NVIDIA 重新夺回单星性能王座。闪电这个名字 Natex F35 闪电，有原装包装盒的话，那个味儿更对。散热规格放到现在看，3根8毫米加2根10毫米热管，双10厘米分散，只能说还行，比盖卡强，但谈不上惊艳。电器布局才是重头戏，8+3+1项供电，主控 CHL8318， 铜 MOSFET 加黄金 SSC 超级固态电感加 Hi-C 坦电容，那个年代特有的电器技术，看着舒服，但还不至于像现在显卡那样让人密集恐惧症发作。核心 GK104 400A2， 显存海力士 GDDR5 6号 H5GQ2 H24MFR 20C 2012年前后的高性能颗粒。钢铁之心，那个蓝色小圆盘不简单，打开后是一块带坦电容陶瓷贴片电容的小电路板，通过插针连接，主要作用是加强滤波。特色功能一览：一、电压测量点，侧面一排配合万用表用，极限超频时精准监控电压。二、液氮 BIOS 开关，拨到右侧解锁功耗强，进入液氮超频模式。三、供电相位指示灯，根据激活的供电相位显示状态。彩蛋：液氮 BIOS 下默认全亮。四、Afterburner 软件，现在看似平常，但最初就是为这类显卡设计的。微星收编 Riva-Turner 后的产物，却几乎兼容所有显卡，算是闪电留下的另一笔遗产。看完了上篇那堆废话，我们切入正题，直接进入激烈的测试环节，看看它当年到底怎么样。测试平台的配置我已经直接一目了然放在图里面了，当然如果有的人是瞎子或者无法理解的话，那我觉得没必要继续说了。3D Mark 11，意外的是，不论 P 预设还是 X 预设，新驱动的跑分明显高于2012年底的时令驱动，可见后期优化确实挖掘了更多余量。Unity Heaven 3.0， 这种更贴近真实 3D 游戏负载的测试里，新老驱动差距就小多了。有意思的是 GTX 680分数正好是之前测的那些千元级终端卡的2倍，那个年代的厂商竟然这么厚道。现在的 RTX 5090怕不是性能已经是小字辈的好几倍了，但价格嘛，你懂的。失落的星球2，经典 DX11 主机移植作，末期驱动下的 GTX 680提升幅度不小，测试场景 AA 平均帧差了20多帧。当然，这游戏本身在当年就算优化和适配最好的一档，卡普空的技术力还是稳。热血无赖，香港版的 GTA， 这次测的是顶级单星卡，所以直接拉到极高画面预设。不得不说，极高预设下的质感把香港街道那种朦胧不够光亮、狭窄局促却又层次分明的感觉还原的太到位了。相比高预设，提升不是一点半点，代价就是非常吃显卡，连 GTX 680闪电这样的高频非攻单星卡皇都有点招架不住，真不愧是当年的硬件杀手。地铁最后的曙光，最终驱动对于 GTX 680这样当年的单星旗舰反而是直接的优化，而对于 GTX 650 钛这样的甜品卡却反而是负优化。看起来连 NVIDIA 自己都知道，高端卡的寿命是更长久的。尘埃3，初代 DX11 竞速游戏，画质当年翘楚，优化也相当不错。GTX 680闪电帧率轻松破百，后期驱动进一步放大了优势。功耗和发热，这个东西的发热来得大，以至于是拉满分散转速下
烤机也只是比没有拉满低几个摄氏度而已。但比较意外的是，功耗表现其实还行。在现在这个显卡当量通货膨胀的时代，它说真还算比较友好，更不用说功耗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得归功于1366大火炉的份上。最后说点感慨，这张超旗舰显卡已经是14年前的产物了，但它的设计要素放到今天依然显得独特而硬核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当年这样一张为极限超频特化的卡，售价5000元，媒体评价是让大部分用户望而却步。放到现在，4080S 这种过气高端，要是有人5000出，你都觉得是撞大运捡漏。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但真正让人难奔的是另一个现实。在失去的3年之前，在 AI 热潮和以太坊矿潮之前，这种规格拉满的显卡撑死也就相当于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。那时候还有一句话叫穷玩车，富玩表，一穷二白玩电脑。可现在这个奇异搞笑的时代，硬是把很多本不是垃圾佬的人逼向了垃圾佬的生态位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太老了，老到连炒作都炒不太动。于是这些中古硬件反倒成了纯粹玩家们的最后一片自留地，没有溢价焦虑，没有算力内卷，只有螺丝刀、硅脂和当年没做完的那个超频梦。也许这就是我们这群老登还在折腾他们的意义吧。